还想去哪儿？你是谁？我是谁？你来到这里，不就是为了找我吗？明知故问。无月师尊，弟子余为有要事相求。不要叫我吴越师尊，这世上早已没有了吴越师尊，有的只是蛊毒之王。无月婆婆，弟子知道您经受了太多的委屈和不公。弟子虽然从未见过您，但是您的遭遇，弟子感同身受。虽然您早已离开了学宫，但是您毕竟是黑白学宫之人，也为守护剑域做出了牺牲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的确不会遗忘那段记忆，因为那段记忆是我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光。世人的误解和批判，你怎么能懂？无月婆婆，余威，余威，余威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可是刚才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脑子里一直想着过去那些痛苦的画面，而且久久挥之不去。此阵法叫做镜花水月，凡踏入此阵的人，都会眼见幻象，而这些幻象，恰恰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曾经。此阵会击垮人的意志，必须赶紧寻找阵眼，破解此阵。破解？东西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知道你一定会来万毒林的，怕你有危险，所以我就一路跟来了。东西，万毒林我是非来不可，但是你没有必要为我冒这个险，你快走吧。余威，当初我再三劝你，就是不希望你堕入险境。如今我说服不了你，总可以让我保护你吧？东七，你知道我跟季宁……我知道，可是我这么做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与他人无关。如果我的出现让你感到很为难的话，我可以在暗中保护你，让你看不见我。东七，余威，余威，余威，季宁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我们刚才经历了镜花水月的阵法。刚才那个阵法叫镜花水月。想必现在大师兄也在经历这个阵法的煎熬。我们必须尽快找到这个阵法的阵眼，才不会受制于人。走。气怎么消失了？方才这阵法应该是镜花水月。此阵法能使人迷失心智，陷入到痛苦之中，难以清醒。那这阵法现在消失了，想必季宁哥和余薇姐已经将其摧毁了。他们简直太厉害了，竟然连这个都知道。此阵法，
我之前在天宝山玩乐的时候，无意间听一个前辈谈起，纪宁和余威应该不知道如何破解，何以那么快就找到应对之法？莫非有人暗中指点？大师兄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们尽快想办法跟他们会合。月，怎么样？纪宁，我被毒虫咬伤，只怕毒气已经进入体内。月，你中毒了。你别管我了，你继续往前走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找到乌月婆婆。我怎么可以把你留在这里呢？我背你。你不用怕，就算我染上毒气，我也不会把你丢在这儿。这乌月婆婆竟然能够将万毒林中的瘴气调成类似花香的味道，常人定是难以察觉。不愧是蛊毒之王。大师兄，你有没有觉得这瘴气越来越浓了？我们得尽快找到这瘴气的解药，还有乌月婆婆，不然大家都会有危险。这里这么大，到哪儿找解药呀？这林子里的东西，我看全都一个样。早知道应该把九莲带来了。哎，你看，这不是山雀吗？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我知道了，这万毒林中的鸟兽昆虫，皆被毒物侵袭后，慢慢演化成现在这种形态。所谓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，在这万毒林中也是一样。我明白了，既然这鸟兽昆虫能在万毒林中生存，而世间万物相生相克，而这些鸟兽昆虫离不开水，这就说明林中的水必能解毒。对呀，凡是生灵，皆离不开水呀。不好了，那纪宁哥他们还不知道水能解毒，怎么办啊？你怎么也那么关心纪宁了？你看我干嘛？有一件事情我很早之前就想问你了。空青，你到底是谁？什么？我是谁啊？我是空青啊，女侠空青。从你突然出现开始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你拥有空间穿梭的技能，性格不羁，又不受制于人，但却屡次出现在纪宁身边，帮我们解决难题。你是否别有用心？你说什么呢？我空青向来行事端正，就算我偶尔会偷一些小法宝，但那也是为了劫富济贫啊！怎么让你说的如此不堪？再说了，我古道热肠，乐于助人，不行吗？若不是我见你长久以来，并没有伤害我师弟师妹的意思，否则你以为我邋遢会留你到现在？喂，你别不识好人心！
只要你不伤害我身边的人，你是谁，你去哪儿我都不在乎。若你有异心，你自己可得小心点儿。你，这个林子很危险，你就陪我们到这儿吧。我去找季宁他们。你别走啊！什么呀，臭邋遢！哼！你说，月伯伯为什么要在万毒林设下重重障碍？他是不是想试探我？也许吴越师尊并非有心想为难我，可能只是怨气难平吧。那你觉得月伯伯研制蛊毒是不是错了？世间万物本无好坏，就看运用之人是否心存善念。善恶本来就在一念之间，所以我认为蛊毒本身没有错，吴越师尊就更没有错。想不到你年纪轻轻，竟然能有如此领悟。吴越前辈，黑白学宫弟子拜见。你们就是黑白学宫的弟子？正是。是学宫哪个老头派你们来的？并非师尊授意，是我们自己来的。殿才师兄可还好吗？实不相瞒，学宫最近案件频发，师尊也莫名卷入了一桩疑案，难以自证清白。我们求您帮我们找到真正的凶手，还师尊一个清白。想不到，堂堂的黑白学宫也有今天呢！啊？师兄啊，想当年我被逐出学宫，你苦口婆心地劝我，说什么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让我静心修炼，不要心生怨恨。哼，想不到你也有被冤枉、怀疑的一天。师兄啊，师兄，这回你终于知道我经受的痛苦了吧？吴越前辈，当年的事，监狱对你的评判有失公允，你的不甘和怨恨我们理解，但目前学宫处在危难之中，只有你才可以找到真凶，而且真凶有可能是神王派来的内奸，此时不除，后患无穷。黑白学宫处于危难也好，神王回归威胁赤明戒狱也罢，哼，这都与我吴越毫无瓜葛。哼，想当初，黑白学宫、赤明戒狱都皆附于我。今日，你们
想让我以德报怨？哼，休想！乌月前辈，乌月婆婆，经理，雨薇，雨薇。 纪宁，雨薇，纪宁，他没事，放心吧。怎么样，你没事吧？看来我还是来晚了一步。这乌月婆婆真是心狠手辣。雨薇，你还是回去吧，不要再做无谓的尝试了。我本来以为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乌月婆婆就能不计前嫌，伸出援手。是我太一厢情愿了。看来，想让乌月婆婆帮助我们，是不可能的。其实要说办法，也并非是没有。据闻乌月婆婆近年来在研制一种蛊毒，叫做醉情。此蛊毒是乌月婆婆多年心血，可是至今无人敢试，所以一直不算试炼成功。试蛊？据说乌月婆婆曾经许下一个诺言，如果有人为她试蛊的话，便会回报一个愿望。太好了，我可以试试。那怎么行？你身上太上忘情的反噬还在，如果强行试蛊的话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我不能让你去。东七，事到如今，我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。那如果你真要做的话，我替你去好了。东七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冒这个险。东七，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我已经无以为报了。这次请你尊重我，我必须亲自试蛊，唯有如此，我才能尽到一个黑白学宫弟子的责任。你果然和南君一样，倔强又任性。只要你认定的事情，没有人能够改变。东西，谢谢你，静敏就交给你了。乌月师尊，黑白学宫弟子余威，愿为您以身试蛊。你一旦试蛊，生死自负。你可想好了？弟子心意已决，但请师尊成全。如果弟子试蛊成功的话，请师尊一定要帮我们解开学宫一案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多谢师尊。进来吧。师尊，坐。我看你初次试蛊，便把条件与你讲清楚。只有你撑过整个过程，我才能清楚这蛊毒的使用效果，届时才算你试蛊成功。之后，我会给你解药。但是，你若没能撑过去，中途
被这蛊毒侵入丹田而死，那就与我无关了。你我之间的约定也一笔勾销。你一旦噬蛊，不能反悔。我劝你三思而后行。弟子心意已决，请师尊开始下蛊吧。把这个喝下去。是。纪宁他怎么了？放心吧，纪宁现在没事。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雨薇呢？雨薇为了求乌月婆婆帮忙，所以执意要以身试蛊。试蛊？那怎么行？好了，别试了。此结界威力巨大，连我都攻克不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只能耐心等待。方才那镜花水月的阵法，是你破的吧？我知道纪宁之前对你有些误解，多有冒犯。海王海涵，你还真是替他说话。我不护着师弟师妹们，怎么对得起他们叫我一声大师兄？你倒是通情达理。如果我们不是立场相悖的话，说不定，也许我们还会做朋友。能否做朋友，只关乎性情是否相合，品味是否一致。如果过于在乎繁文缛节，那还算什么朋友？真是没有想到，你心性如此豁达通透，一点都不像黑白学宫的弟子。你也不像外界相传的十恶不赦的无间门主。我知道你的语威非同寻常。但有一点我想不明白，这正与邪，你究竟站在哪一边？所谓正邪，不过是胜败之人所划分的。我不过顺从内心，为心之所向之事。那余威之于你呢？余威在我心中，自然是无可替代。门主果然豪爽。我拉他一向不理红尘之事，只觉得麻烦。但最近有一人改变了我。人生在世，终究无法独自行走。雨薇如同我妹妹，我不想看她难过。我更会尊重和支持她的选择。所以，请你不要让她为难。
我从始至终从来就没有想过让他为难。大师兄，余威呢？余威呢？余威在里面试蛊。试蛊？你已撑过第1阶段，但这还不是此蛊最凶险的时期。你若反悔，现在还来得及。我没事。你这孩子倒也要强。吴越师尊，弟子不懂，您为何对蛊毒之术如此痴迷？怎么？你也认为这蛊毒之术是不祥之物吗？不，在我心里，这蛊毒之术和别的功法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如果为善者所用，同样也能造福于苍生。世人对他不了解，所以才会恐惧。因为恐惧，才会宣称不祥。你真的这样想？是。唉，这么多年，我受尽世人的误解，人人把我看作是妖物，认为我的所思所为皆背逆天道。未曾想，你倒是如此了解我。弟子听闻乌月师尊在黑白学宫之时，修炼的乃是治愈之术。莫非现在师尊研习蛊毒之术，也是为了悬壶济世？你这孩子倒也聪明，不错。当初我接触蛊毒之术，发现如果将其用于治病救人，起到的效果竟比一般治愈之术更加神奇。于是我苦苦研究，最终让我研制出一套利用蛊毒之术医治疑难杂症的方法。哼，唉，我的初衷不过是普度众生出苦痛，谁曾想会遭世人妖化，受人驱逐。所以，这世间愚昧的人们再如何痛苦，也与我无关了。辩才师尊曾经说过，世间的一切皆讲究时机。20年前，蛊毒之术不被世人所了解，但是今时不同往日。乌月前辈，如果愿意重新出山，以蛊毒之术行救人之举，那我想世人对您的误解就都可以一一解除了。算了，误不误解，我已经不在乎了。况且，若我今日出事，所救之人就有当日鼓吹驱逐我之人。我乌月还没有那么大度。
此谷现在是最凶险的时期，余威，你一定要挺住。余威，晋宁，别拦着我！余威有危险！晋宁，吴越师尊的结界我们是攻不破的，只能相信余威。余威。余威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已经服下吴越婆婆的解药了。晋宁，我试蛊成功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！太好了，总算有所收获，也没有白让你受苦。吴越师尊，没想到您还如传说中那样风华绝代。这些年有许多关于我的传说，有的人说我被蛊毒反噬，苟延残喘；也有人说我被蛊毒侵入丹田，一夜之间苍老丑陋。既然世人皆认为我是怪物，那不如索性就一怪到底吧。如此说来，您已经想通了。今天多亏了威儿这孩子劝我，让我解开了心中的心结。所谓误会，如果置之不理，便没有解开的一天。曾经我以容貌惊艳天下，以后我只希望世人能重新认识医蛊之术，不要再固步自封。医蛊之术，莫非前辈已经把医术和蛊毒之术相融合了？这些年在万毒林颓然避世，我也腻了。我想重拾我行医初心。我已把破解黑白学宫一案的方法交给了威尔，希望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。多谢师尊。咱们后会有期。余威，师尊和你说了什么？是。冬青，你怎么来了？余威，冬青，放开余威！我要带他走，你别拦着我。别做梦了！纪宁，你以为你是余威什么人？余威的事跟你无关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今天一定要带他走。你试试！够了！
纪宁，你先回去，我跟东七走。于薇，你说什么？我会回来的。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没有，纪宁，我与你已定下终身之约，此生永不相负。但是我与东七的纠葛，也是时候该说清楚了。你等我，于薇，这是我跟东七之间的事。纪宁，有些事你不了解，让他去吧。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东七，我们走了。走。于薇，别为难他。等你回来。于薇，我的身份不便进黑白雪宫，我就送你到这儿。金龙哥，你保重。少主，您为何忽然同意让九莲离去了呢？他心不在此，若是再强留下来，只会让他更讨厌我，这不是我想要的。那少主的意思是，打算让他回去，放弃他了吧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墨尘不明白。他的身体已经恢复，我已经没有什么理由留下他了。他想回去是因为纪宁，到时候他看到纪宁和于薇已经相爱，我想到那时，他才能明白谁真的爱他。他真是那样说的？是的，老祖。原来我的一番苦心他都不在乎，他的眼里只有九莲。墨尘，动手吧。可是老祖，若是我们真的伤害了九莲，少主是一定不会原谅我们的，何必非要如此决绝？毕竟感情之事身不由己。我不管他身不由己还是无可奈何，只要他流着少严氏的血，他就要担起复兴家族的重任，这是他的使命。